这也是一个欧公祠，姓欧的一个人的祠堂，城市家庙，还蛮大的。这里有个牌坊叫西奎里，终于找到了卢国瞻祖居。哇，这个潘姓人家的祠堂还是很大啊。好，现在出了这个洪生庙啊，边上有一个卖香火还有卖礼品的小店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回到村里去走走吧。这就是一片乡村地带了。不知道那位姓卢的词人在哪里？这也是一个欧公祠，姓欧的一个人的祠堂。欧公祠，这已经是见到第3个欧公祠了。倒是挺不错的一个祠堂。这个村里还残留着一些以前的老房子。我来看看地图啊，这个卢国瞻的故居到底在哪？看了一下地图啊，这边过去900米左右，骑车也就是5、6分钟吧，就可以到卢国瞻的祖居了。我们去走走看。这个村落还是挺有意思的，都是欧公祠。这边可能都是欧姓人家，那边呢还有很多是姓卢的人家。这个房子虽然有些改建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老房子是以前的那个样貌。你看，我这个右侧就是一个院落，这里挺多这些院落的。
这条街的一侧呢是农村的模样，还有一侧呢有很多相关的工厂。走着走着又转错方向了，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？潭边吗？前面呢也是有不少的这种老的祠堂一样的建筑物。潭边应该叫潭边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潭边大队啊，城市家庙还蛮大的，边上有个潭边幼儿园，边上的也是城市的宗祠。哎，怎么没看到姓卢的公祠呢？一条古街巷，古村落里面的街道，我来看一看到底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吧。哦，看这是相反的。居然走错了。应该从这边转进去。生平人类。这应该都是一些老的街巷了。
这里有个牌坊叫西奎里。唐国璋先生的祖居应该就在前面了，我们去看一看。那边还有一个曹联医院，边上应该还有一个曹联公园啊。应该就在这个附近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祖居的牌子。东祥里，这是他们的村委会了。这边虽然也有一些老房子，但到现在我还是没有看到这边的卢国璋先生的祖居。这边呢，应该都是卢边东乡里的地方啊，这一个姓卢的人家比较集中的地方。我现在就在卢国璋故居的旁边了，刚才居然没找到，这是为啥呢？150米而已了。哦，原来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了卢国璋祖居。修缮的不错的仿古建筑啊，后面有那种，这边有专门介绍卢先生的一个介绍，香港著名爱国词作家，素有词坛圣手之称。你看啊，大地恩情，小李飞刀，大侠霍元甲，最脍炙人口的万里长江永不倒等等的这些作品的词作者，这样一个人。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就不进去参观了，那就在这边到此一游啊。今天基本上已经超额完成了在这个曹联岛上的骑行了啊。现在我要看看怎么再骑回去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走大路吧，放弃那一小段的江边的路啊。基本上我们已经环了这个岛，骑完了
江边的环岛路了，只差最后一段啊，因为我们转到了这个村里面，为了到这个卢国山先生的祖居跟前来停留一下，那我们就走大路回去吧。正好也可以看看这个岛上的商业的大马路。经过草联医院，现在呢我们右拐，应该就是草联大道了。刚刚呢看到了很多的牌坊，很多的宗祠，有姓欧的人家的4个宗祠，还有陈姓人家的2个宗祠。但是我回去路上等一会应该在右侧会见到另外一片的宗祠，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人家的宗祠。我的右侧里面呢，其实都是一片乡村，相信呢也有很多当地人的宗祠等等，然后我没有时间停留了。这边的乡村呢，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以前的文化的痕迹啊，这些宗祠啊，这种祖居、祖庙，还有道观等等都有。这里一直往前走呢，就是草联大桥。今天我已经走过2回的草联大桥。我的身后呢是江门技术学院，其实刚刚也看到过了，是在靠江的那一侧。这边一直往前走呢，就是顺德地界，那边有个荷塘这个地区，这边过去有一座桥啊。好像我没有走对了，提前右拐了，应该方向都是一样的吧。坦边社区，刚刚我经过的。这边又是一个村庄，看看是不是叫潭边。果然是啊，我从这个村里面就去兜一下吧。
古村的小石板街道。现在呢，我骑行在海边这个村里的村道，我不知道走出去到底是哪里啊？沿路前進。轉右，然後喺150米之後靠右轉右。喺100米之後靠右轉右，沿連河路前進。歪打正着啊！原来这是潘氏的主祠，这就是我想要来的地方。哇，这个潘姓人家的祠堂还是很大哦。这几家都是潘氏的宗祠。好了，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回到大马路上啊，到桥下的停车场去取我的车子。今天呢，真的在江门这个叫桃人岛上环岛骑行了1圈，虽然说差了最后那么1-2公里吧，但是呢，去到了洪圣殿这边也有很多观音殿等等，有大家拜祖宗的地方，拜神仙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去到周边的一些村里。有欧姓的祠堂、陈姓的祠堂、姓潘的人家的祠堂，不少的祠堂。虽然没有看到姓卢的人家的祠堂，但是也到卢国瞻这位香港的词作家他的祖居门前呢去停留了一下。那心满意足，完成了任务，应该说超额完成了骑行任务。现在已经骑行了24公里了，
到达目的地呢，差不多25公里左右，非常好的一段骑行。然后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到各个地方去转转，领略一下周围的各地的风景，也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民风民俗，还有历史传承，这些我都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也是我们退休人员力所能及的活动。那今天就分享到此，前面呢就是要上桥那但是呢我就先到桥下的停车场去取我的车。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谢谢大家收听和观赏，拜拜。